我是瓜皮儿，逐星女第1季前情提要。康德尼成为星女后，与基夫联手打败了博弈会社成员脑波。现如今，敌对双方各自有了家室，反派巫师更是打起了隐居的念头。若不是他为了家人没有出手援助脑波也不至于一直躺在 ICU。而博弈会社头目冰柱得知脑波遇难后，连夜赶到了蓝谷镇。在这小小的蓝谷镇隐藏了大大的秘密，市政厅更是像反派集中营。冰柱乔丹一直有一个愿望，拯救这个国家。8年前，妻子病危，乔丹拉着儿子坐到妻子身旁告别。小儿子虽然是个男孩，却格外喜欢画画。妻子落死下场与当年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她没命看到丈夫完成使命，只得在临终前祝福乔丹：任何阻挡你伟业的人，格杀无论。检测仪变成长鸣之后，男人情绪崩溃，身边数米内的地面随之冻结。8年后的他不忘誓言，探望了眼昏迷后的脑波，一通电话拨给了巫师扎里。参议员扎里现在事业家庭双丰收，已经不想再参与博弈会社的事了，并且屡屡挂断了乔丹的电话。儿子乔伊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魔术师，身为巫师，自然要教给儿子几个小把戏撩妹。丈夫事业有成，孩子乖巧懂事，家庭修得圆满。随后，乔丹主动找上了门，扎里没有帮脑波是情理之中。可问题就在于，乔丹离开前把大权交给了扎里，扎里却不作为，只是腾出时间给脑波善后。在乔丹看来，权力不一定要看得到，但一定要握得稳。反而扎里却总是在搞参议员的那套虚的，还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决心。乔丹什么都明白了。康德尼这边跟帕特的关系不再尴尬，就有一个毛病，康德尼过于膨胀，一天到晚想着抓捕其他博弈会社成员，总是把自己当成救世英雄逐星女，还以为康康尼怕不怕组合是无敌的。到了学校，先前和脑波战斗的残骸成了热点，同学们一如既往没人搭理他，只有见习魔术师乔伊善意的给康德尼进行了表演，随便抽一张牌。康德尼拿到了梅花3，同学们纷纷围了过来。乔伊淡定的说：“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”随后从牌堆中弹出一张红桃七，这是你的牌吧？哇，你果然厉害！我就是拿的红桃七。尬1秒后，同学们纷纷鼓起了掌。这张牌也留给康特尼作为幸运物。相比之下，孤儿座成员之一的尤兰达就很惨了，经常遭到女同学霸凌，储物柜更是被写上了污言秽语。奇葩的是，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。另一边，帕特有点不放心，亲自跑了趟医院。脑波正躺在里面一动不动，从医生口中得知，男人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昏倒在了实验室，身上穿的就是白大褂。帕特知道隐藏在蓝谷镇的反派不止脑波，随后他折返修理厂裹得机甲，在上次失利后改成了雷霆嘎巴拳法。这正事儿没干完就被叫了家长。基地麦克上课公然打游戏，本来想教训一下儿子，说着说着聊起了自己小时候玩过的游戏。帕特最喜欢送报童，后来父亲让他玩了玩真人版送报童，于是帕特就送报纸去了。儿时的遭遇顺理成章继承给了麦克，从明天起，麦克也要去送报纸赚外快。镇政厅里，乔丹的回归意味着镇政厅的大权归为他手。相比夏普而言，乔丹是真的愿意去听员工们的意见，这让早前接连吃瘪的芭芭拉再次打开话匣。凡是能够建设国家，让新生代拥有更好环境的提议，乔丹都会认真考虑，对芭芭拉的好感度倍增，这才让芭芭拉有了工作的动力。心想着今晚6点半有家庭聚餐，芭芭拉提前腾出了时间。乔丹突然的敲门吓了他一跳，手中的照片也掉了一地，顺势简单的介绍了家人。乔丹做事雷厉风行，上午芭芭拉提的意见，下午就已经成立了特别小组。本想叫上芭芭拉一起开会，因为时间冲突，只能改为下次。蓝谷学院午休，尤兰达再次被欺凌，只因为储物柜被画成了花。看不惯的康特尼应对对方，而尤兰达还是不领情。康特尼只感觉这人也太狗了吧。数学课上，康特尼前桌的大男孩一直在课本上画画，尤兰达的柜子估计也是他改造的。男孩叫卡梅伦，跟康特尼聊得相当投机。很快到了放学点，半路上还碰到了孤儿座成员之一亚索，不过男孩根本不搭理他，装深沉更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哦，记好笔记。而走到蓝谷公园的时候，朗朗晴天突然降起暴雪，刺骨的寒意包裹了康特尼。草地上浮现起了一个冰冻五角星，见状，康特尼连忙奔回了家，肯定是冰柱在挑衅自己。这个连星侠都能杀死的反派，康特尼竟然没有丝毫畏惧。帕特越是形容的夸张，他越想击败对方。赶上今天麦克在家，帕特掏出20块钱，让孩子去小卖部整点垃圾食品快乐快乐。随后才警告康特尼，冰柱肯定准备好了陷阱，这趟去了你是要步你爸的后尘呢。星仗似是感应到了主人的战意，连忙飞到康特尼手中。帕特心里大骂 fuck， 被迫载着康特尼飞往了蓝谷公园。前脚刚走，芭芭拉赶回了家，说好的6点半聚餐呢，怎么就剩儿子在吃垃圾食品呢？
康德尼到地儿后，五角星早就融化了，可能冰柱早就走了吧。就在此时，一股寒意袭来，康德尼一个鹞子翻身下了机甲，紧接着几发冰柱射向了帕特，机甲迅速结冰，驾驶舱都降至0度以下。康德尼选择独自追击，敌人在岸更是增大了危险系数。再加上康德尼管中窥豹，完全不了解冰柱的恐怖，要不是星仗主动防御，女孩已经凉凉，代价就是星仗被冰封，暂时没有了还手之力。此刻冰柱走了出来，男人没有废话，抬手准备了结星女。帕特的雷霆嘎巴硬是把他锤到了100米开外。升级版拥有自动返航的功能，现在只要尽快重启下，就能重新运行机甲。而桥上的校车缓缓开来，车上全部都是康特尼的同学。冰柱将手轻拂地面，柏油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，直至覆盖整座桥。司机一脚刹车，更是让汽车失控，连撞带滑悬在了桥边。星仗还未恢复，康特尼是无能为力。好在帕特恢复了动能，驾驶机甲直接飞向了校车，在落入湖水前接住了孩子们，正巧跟乔伊对上了眼儿。随后星仗散发出辣眼的光芒，才给帕特打了掩护。康德尼还想着继续追击，被帕特强行拦住。就在此时，又是一辆车上了桥，只见乔丹轻轻一吹，寒气瞬间吹散了乔伊的魔术牌。当孩子们去捡的时候，又是一股寒气，盲区加上失控，乔伊被后车当场撞死。康德尼曾经抽到的梅花3缓缓落入湖底。校车出事后，孩子一直未归，妈妈丹尼斯已经急火攻心了。查理更是看了眼手机，愣在了原地。男人的一个落泪，丹尼斯就知道儿子没了。本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查理怒从杯中来，掏出法杖就去找乔丹讨个说法。一阵急促又猛烈的敲门声响起，乔丹打开门后，查理已经起了杀意，这根本就不可能是意外。乔丹肯定是因为自己放弃协会施加的报复。乔丹2指握住了法杖，连人带棍瞬间结冰。查理非但没有给儿子报仇，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此刻，乔丹父母走过来，熟练地说了一句：“善后交给我们，你忙吧。”随后，乔丹的儿子卡梅伦回了家。乔伊是个讨喜的好同学，卡梅伦感觉很遗憾，殊不知这就是自己亲爹害死的，不过是建造新社会的一点点牺牲而已。很快，议员查理和儿子纷纷去世的消息传遍了蓝谷，其中最崩溃的莫属丹尼斯，曾经家庭修得圆满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。乔丹却跟没事人一样召开了会议，被家人放鸽子的芭芭拉也参与其中。当然，康德尼也极度悲伤，乔伊是入学以来第一个对他善意的人，虽然魔术玩得不怎么好，但是人很善良。康德尼只想找冰柱报仇，这种人凭什么杀了别人还能招摇快活？帕特没有多言，带着女儿飞到了一个地方，正义协会总部。这是当年英雄们的据点，霹雳强尼、命运博士、闪电侠杰、野猫泰德等等。没错，野猫和绿箭侠的野猫是同一个角色，这些全部都是帕特一生最重要的家人。午夜神医的猫头鹰直到今天都在等着主人归来，还不清楚午夜神医已经过世。帕特想灌输一件事儿，正义协会全员都没有阻止不义会社，单凭你我2人更是无力抗衡。望着父亲的照片，康特尼决定重组正义协会。如果有一个新星侠诞生，就一定会有其他新英雄。这些装备不应该放在总部吃灰，应该传承给有能力的人。康德尼刚想触摸霹雳精灵，就被帕特一顿臭骂。小小一根粉色钢笔反而是最恐怖的武器，堪比阿拉丁神笔。今天已经有人丧命，而且还是个善良的孩子。这件事帕特决定不再插手，否则总有一天死的会是康德尼。说完，带着康德尼回了家。夜里，望着星空和幸运牌红桃七，康德尼私自跑到了正义协会总部，一波带走了所有东西，包括绿灯充电宝。随后，毫发无损带走了霹雳精灵。他要去寻找同伴，共同抵抗不义会社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